农业的与时俱进，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劳力不足的问题。像是台湾茶产业经营越来越困难，这该怎么办呢？桃园龟山茶农联合村就创了台湾茶农先例，从日本引进价格高昂的乘坐式采茶机，只要一人作业，就能在最佳时间点轻松摘采品质最好的茶青，省工高效率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发展出了一套茶园代耕模式，希望能够填补现今台湾茶叶劳力的缺口。来看看他的故事。惬意地坐在自动采茶机上，联合村只要动动摇杆，操控机械，几十分钟的时间，一整排茶叶精准入袋。这场景不在日本，而是在桃园龟山乡海拔300公尺处，也是联合村家传3代的茶园。机械化后，5分地的茶树改头换面，整齐具规模，产量更是惊人，足足比人工摘采高出1半。那机械化是一直到这3、4年，真的没办法了，那人也找不到了，那不得不跨出这一步了，不然你找不到工就没办法生产。穿梭茶树小径的联合村，有种从农人少有的悠闲自在。但14年前刚从贸易公司辞职，返乡协助父亲，看到茶叶，想到要与老爸共事，就怕就想逃。那时候刚回来学做茶，老爸不给摸就算了，在山上挨了3年，回到家里，他终于开口说要给我学做茶，可是给我的原物料却是他准备要丢到垃圾桶的。当下我就觉得很无法接受，你是在玩我吗？那种心态。加上父亲又特别酷爱日正当中摘采的中午茶，吃重的工作让刚返家的联合村异想天开。想过用飞机采茶，用现在的遥控机啊采茶之类的都有想过啦，或者是用人家那种工厂的大天车架在茶园上面采茶都有想过，反正天马行空，反正就不要用人，因为那时候被操到真的会叫不敢。偷懒招数全行不通。后来是遇上农忙时节找不到人，又看到日本20年前就意识到缺工可能冲击农业，早让茶叶全面走向机械化，一股强烈想法在联合村脑中诞生。梦想直到4年前才实现，联合村成为台湾第一个从日本引进乘坐式采茶机的农民。只是想推广机械化的好，却到处碰壁。人家会质疑你的设备啊太重啊，会压坏泥土结构啊，你的机器会就是采摘损伤会很多啊，或者是你浪费掉的空间会很多啊。这些我其实都已经习惯了啦，因为我觉得在还没有了解他们在还没有了解之前，我也不能怪他们，因为代表我自己做的还不够。加上一台机器动辄上百万，一般农民不敢设想。一般的农民去接受这么高单价的东西，在他还没有看到它的价值之前，他不太可能会去出手。我也是这样子，刚开始就是怕的嘛，然后就买进第一台。他的第一台机器要价400万，存了多年的卖茶钱还是买不起。尽管想法不被支持，老爸还是出手相挺。爸爸用外销的茶叶的钱，我帮忙出了1半多一点。原来父亲林文金不是省油的灯，出手相救的钱是6年前卖给法国人顶级东方美人茶赚来的。当年一台经售价超过台币40万，是台湾人想喝都喝不到的茶。因为东方美人啊，是全要靠人工去采，
而且很小损。哦，你要买1斤40万啊，最起码你要采那个小笋的2叶1斤啊，短短的都是纤维。哦，而且茶蚕啊，浮生子要有咬到的，才有办法做到那么好的。在父亲的光环下，林和春仍有自己的一套经营理念。84岁的林文金只能学习放手。我们已经交给他了，是他的思想，他的做法，我们就不要管他了。哦，他自己去发展。所幸展翅高飞的林和春也没让父亲失望，今年还以创新思维改良茶叶管理，获得10大神农奖的肯定。靠着10多年苦心摸索的技术经验，打造出个人风味的茶香。一刚开始进去炒的时候，它会脆亏，青会被炒出来，所以刚开始是青的味道，然后渐渐它会转为熟，然后再来会转为甜带熟，它到甜带熟的时候就可以下。茶顺不顺口，这里是关键。保持300度高温，持续炒10分钟。林和春得在一旁监控，紧盯温度变化。炒锅的技巧还蛮深奥的，虽然看起来是就这么简单，但是它里面有转速、温度、时间，你要怎么炒才能够让它炒熟，这个都需要一些经验。这些是今年第2批摘采的春茶，机械化管理后产量多到连种茶50-60年的林文金都不敢相信。虽说品质没第1批好，林和春就用技术把它变成好茶。用机械也可以去分级采摘原物料，我可以把好的等级的原物料采摘起来做精致茶，把不好的等级采摘起来做次等的。那分级加工之后，它的成本可以把它送到它适合的市场。今年先试验中间这块，其他区域仍以半人力半自动摘采。其实为了推广茶园机械化，这几年林和春全台走透透，不计游资，只收代耕费，还4处奔走演讲分享经验。像我出去帮人家代耕是1天采8个小时啊，我最高纪录采到4甲多啊。为什么要今天要请各位来听这个课，就是因为在管理在刚开始规划园子的时候很重要。你如果规划对的话，时间会缩短1半以上。他努力散播机械化管理的优势，期望解决茶叶长久以来的缺工问题。现在的老一辈的茶农，他们已经找不到人工了。那这样的设备可以解决这一块。那把原本在平地的人力往不可以机械化的地方去转移的话，那台湾可以处于双赢的状况。要从人工走向机械化，改变不容易。这条推广路走起来孤单又艰辛，但为了稳固台湾茶地位，林和春会一直努力下去。